到现在还是很难忘怀的一个个案，在槟城的有一个患癌的丈夫，他有这个医药卡，他是有很旺盛的斗志要去治疗他的癌症，也医到了一半，保险公司也赔到了一半，结果当他在复发的下半场，保险公司说我要撤回我的 guarantee letter 了，因为我发现你20年前的小中风没有申报，最终导致这个患癌的先生一家之主，他就跟他的太太说我放弃了，因为我们已经累积了几十万的这个医疗费，保险公司不要负责了，这些钱呢就让给孩子去读书。医药卡明明可以让我们的国民有一个更好的医疗保障，却因为你的一些非常极端不当的举措，到最后反而成为了帮凶。感觉上就是保险公司最大他们说了算这样子。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要来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保险费又涨了吗？那其实现在我相信很多有买保险的朋友呢，都会觉得蛮头痛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保费是又涨了那么就在上个月呢，行动党的这个国会议员邱培栋就揭露说他收到了不少的这个民众的投诉那这个投诉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在短短3年之内呢，就这个涨价翻了不只是1倍那保险公司给的原因就是比如说全球通膨啦、医疗费上涨啦等等。那许多的民众呢，在脸书上面都表示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呢，都听信了保险经纪的话，早早的都买了保险，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身体比较健康嘛，所以就无用武之地。后来是因为这个老了，身体开始出现毛病了，但却是因为缴不起这个保费而断保那么虽然大众在买保险之前都已经知道说这个保费会随着这个逐年来不断的增加，但是疫情之后呢，这个涨幅可能让大家觉得有点吃不消对于保费的上涨呢，消费者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话语权是不是完全都只是在保险公司那一边呢？那马来西亚是不是应该像台湾、韩国一样来实行健保制度，来减轻人民和国家的医疗负担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样子更好的制度也可以来实施，一起来思考的？那么今天要讨论这些议题呢，我们就欢迎捍卫大马保险消费者权益运动的法律顾问吴建南律师来跟我们聊一聊马来西亚的这些保险以及保费的乱象来，吴律师，我们先来欢迎你。能杰你好。是，好，可不可以先请吴律师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个捍卫大马保险消费者的权益运动，这个运动呢，它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宗旨？那你是这个运动的发起人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为什么当初你要发起这个运动呢？主要是在 MCO 之前呢，我曾经处理过一个患癌妇女的这个求助个案，而且这个求助个案是某私人医院的一个医生，他就是 refer 过来的。处理那一个个案的过程中，我发现原来保险公司在很多的这一些决定权运作或者是理赔不理赔的这个程序方面，虽然他们有很多 underwriter， 但是其实整个过程呢，比我们想象中不专业也可以说是近乎草率，也有很多黑箱作业的一面。所以当那个案子最后达至和解过后，突然间可能刚好新闻有报道，那么陆陆续续在那一段期间，我就接获了接近100宗，前后在大概1-2年的时间内涉及到不同的保险公司和不同的保险，有这个医药卡，有人寿，有死亡，有意外，有普通险等等。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可能我们就要把所有这一些受到不公对待的这一些投保人，大马的这些投保人，应该要把他们的力量集合起来去纠正国内的这些保险业的一些不当的举措，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看到很多这个消费者在投诉说，这个保险很像都是在不断的这个保费不断的在上涨啊。那你其实有一些的这个保费，它甚至是涨了大概是50%以上。那不晓得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涨幅是合理的吗？其实50%呢不算是最高的、最离谱的。我们曾经处理过的一个个案呢，一个退休校长，他的这个保费呢，大概10年的时间内涨了10倍，超过10倍，或者是1800%。我记得他的那个保单一开始呢，他买的时候是大概800块一年。然后最后当他超过70岁的时候，大概10年间呢就涨到8000令吉的这个保费。除了这种很离谱的个案，我们发现平均大部分的保险公司几乎都是在每3到4年他们会涨价一次。当然我这边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保险有很多种，人寿保险也有很多种。那么所谓会涨价或者是频密涨价的呢，主要是医药卡没有发生在人寿普通险等等。那如果比如说我是早期买的这个医药卡的保单，那这个保险公司因为过去可能很多的 agent 他都会说，你要趁年轻买，年轻买的话呢，这个保费就会比较便宜。但是似乎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保费是逐年起价的啊。那现在又突然大幅度的涨价的话，其实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涉及到欺骗消费者呢？当然，我们从保单它是一个合约的角度来看，因为保单里面一开始你叫这个投保人买的时候，你已经放了这个它的 basic sum assured， 它的这些利益 benefits， 它可以住院100块200块所以也写了这个所谓的保费 premium。 其实这个保单呢，它就像一个合约，一纸合约，在这个保险公司跟这个投保人之间。甚至有一些保单它还会列明说，从你0岁到100岁每一个年龄的增长，它的那个价格表，那个保费的那个增长的那个幅度，其实都已经写在里面了。所以从这个合约法的角度来讲呢，它其实我认为它就是有一点像either你可以叫做毁约，甚至是可以叫做欺骗。就是说因为你保险公司它可以完全不根据这个当初的保单的这个协议，甚至是那个价格表去不断的调整这个保费当然最后它还是有一个漏洞。这个漏洞呢，就是你看其实很多保单它往往都会有一个 term， 他说最后呢，这个保险公司有权利，有绝对的斟酌权去调整这个保费。所以这个就引起了这么多的这个争议。那其实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感觉上就是保险公司最大他们说了算这样子。其实身为一个这个消费者，我在投保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针对保险公司类似刚刚像您所说的这种 terms and condition， 如果我看到如果这是不合理的话，我可不可以去跟保险公司说要把这个 terms and condition 拿掉？这是可能的吗？其实它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解读了。我们曾经代表一些客户发过律师信给一些保险公司，也有一些案子去到法庭了，但是还没有到判决。很可惜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国内的案例是去挑战这个医药卡的这个所谓保险公司有权任意涨价的这个权利。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案例。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监管单位和政府，尤其是管理这个保险公司的 under 我们的 Financial Services Act 这个金融服务法令底下的国家银行他们应该要做出一些基本的监管的角色可是我没有看到。那么第二个单位呢，就是我们的卫生部。卫生部在这个私人卫生法令底下，他们可以管制私人医院，而往往每次这个医药卡涨价的个案呢，保险公司都会把这个责任推给
私人医院。是，其实我这样听你分享呢，我就觉得说它是整个利益团体，然后它也涉及到了私人医院，也涉及到了很多不同的人的利益，所以这个事情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复杂。但是难道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监管吗？比如说如果保险公司把这个责任都推给所谓的私人医院好了，那我们知道说现在的私人医院很多的时候，他对于有医药卡跟没有医药卡的这个民众，他所给的这个药还有给的治疗会是很不一样的啊。有的时候那个检查或者是那个治疗是非常的全面，甚至是病人不需要的一些治疗或者是药品啊，医院都会提供。那这样子其实是会造成医疗的浪费，也会间接的对于这个应该不只是间接了，我觉得它直接造成这个医疗保险或医药卡的这个保费的上涨啊。但是感觉上应该是政府应该去监管医院，让医院停止这种浪费医疗资源的行为，难道不是这样子吗？其实你问我，它不只是涉及到医院，它也涉及到保险公司两个之间的恶性循环。OK， 首先当然我们没有否认，甚至很多保险的代理，他们自己也有向我反映和承认，他们说，这个所谓的私人医院的这个价格医疗费双标的确存在。比如说他们拿最常见的割眼膜，他们说割眼膜可能如果你有医药卡的话，它的价钱是双倍的，可能去到6000多，没有医药卡可能3000多。他们甚至可以很具体的提出一个价格，但是从私人医院一些医生向我反映的情况呢，他们的角度又不同，他们的角度认为说，原本的那个价钱就是给医药卡的价钱但是往往对于那些没有医药卡的病人，我们出于这个社会责任，会给他们一些折扣，因为觉得他们的经济能力负担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角度的解读。当然也有一些私人医院告诉我们说，马币太疲弱了，我们很多新科技的这些设备全部都是要进口的。所以当你马币疲弱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医药费都会上涨。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所谓的恶性循环，为什么保险公司也要负上责任？我常常说，保险公司他们提供了一些不需要的配套给我们的投保人，不至于说浑水摸鱼了，但是我们说其实是有一点我们所谓的不当的促销，英文我们叫 misrepresentation 在这个法令底下。我拿一个最具体的例子，有一阵子很多保险公司推出这医药卡终身没有限制，终身没有顶线的一个配套。我问了很多的这些代理，你们真的有接过一些病人他们有任何的重病到没有顶线的去医的吗？在私人医院，我们发现很多个案，比如说最严重的癌症，如果你去到医到终身医到几百万坦白说也很难撑下去了。也没有多少个案可以医到上亿的有一个案可能植物人的，他们一直长期住在医院他可以 claim 到上亿的。可是除了这些以外，当你一直提出这些无顶线的医药配套你是不是好像开了一个空头支票给医院呢？来，你来填吧无顶线的。可是实际上我们投保人，我们病人有这个无顶线的医药需要吗？医疗费的需要吗？我觉得是不实际的。了解，所以看起来呢，这个保险公司也有保险公司的问题但是吴律师，我想在这边请您给我一个概念好了。就是现在其实在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我们究竟有多少的这个跟保险理赔相关的这个争议？其实它的这个比例占幅会很大吗？首先我觉得说，因为我们一般上当民众面对拒绝理赔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保单的他都会告诉你说有一个官方的上诉单位，主要分为国家银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OFS 啦 Ombudsman for Financial Service。 所以一般的这个投诉或者上诉会先到这个现有的机制，
那么最后如果真的还是没有办法，他们才会去到民事法庭所以在我这边的个案而言，这几年来处理的可能大概1到200宗，这么多，包括律师性的不是全部都去到法庭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我觉得它已经是有点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然后我觉得就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我们如果回到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医疗浪费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台湾的例子，台湾的健保其实也面临很多的问题哦。那很多的民众都抱着反正我有保险，那不用白不用的想法，那可能一个小小的感冒也要去大医院，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哦。那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嘛，越多人索赔，那保费就越来越高。其实你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府是不是应该也想一些办法来遏制或者是改变这些风气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家医师的制度，像日本这样子，就是如果有生病的话，先到小诊所去看医生，如果真的是需要到大医院的话，才有小诊所分配到大医院。你觉得如果用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可以有效的去改变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首先我觉得说从消费者投保人的角度，我们也要理解他们的心态。因为当整个保险制度很多不公或者不透明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我供了那么多年，我怎么没有用上呢？那对我公平吗？再加上一直上涨那个保费，所以他觉得说可能为了以策本身的健康安全，他要善用他的这个保单。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当然总是会有一些我们叫做害群之马。其实保险业他们也有做了一些保单上的调整，配套上的调整，比如说他为了遏制这种不需要不必要的这一种所长呢，他们也会限制说，比如说首先没有住院的 outpatient 呢，他们是不能够 claim 了，或者是也有一些他要你upfront 如果没有超过1000块那么你就没有的 claim。在这种机制底下，其实还有一种害群之马我们处理过的包括专业人士里面也有就是说医生，有一些医生他为了要增加本身的收入他就在不需要的情况下建议这个病人小病大医，或者是体检要住院，那么导致最终这个病人一开始拿到那个 guarantee letter 住院了，然后过后保险公司发现你没有必要住院，然后又撤回了，他就在那边有如合法软禁在医院里面，因为没有办法给医药费，没得出院，很多这种冤案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在制度上进一步去改善的。是，既然讲到这个要改善制度了嘛，好，就可能请吴律师来这个建议一下，究竟我们该怎么样改善制度？比如说，像民主行动党的国会议员邱培栋，他就有建议说，保险公司可以效仿车险的这个保险回扣记录 NCB 他觉得用这种回扣的方式，对于那些不曾索赔的消费者比较公平。但国家银行有回应说，这样会导致消费者为了要有折扣而不去看医生。我就觉得这个有点想太多了哈，但是他是这么说啦。那不晓得吴律师，你认为说效仿 NCB 的这样子的建议是好的吗？还是说你有其他的建议呢？其实我觉得国家银行太含蓄了。根据我得到的一些业者的回馈，其实 NCB 就好像是一个朝三暮四的故事。OK， 就是说如果你要感觉上以后有回扣，那么我现在就 bill 你高一点，让你过后感觉良好，因为有回扣。但是事实上你之前的我还是会把我所有的这一些成本费用全部放在前面来 bill 你。NCB 它的回扣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方式之前其实我们的这个运动有曾经提呈备忘录给国行，也曾经跟当局有一个对话。其实我们是建议说应该要回到这个政策面，把我们现有的这个法令 Financial Services Act 2013呢，它应该要
进行修改了，这个法令已经太久了。这个法令的问题呢，它把银行、金融业跟保险业混为一谈，放在同一个法令里面。其实我们过去以前独立的时候，我们的保险法令是独立的 Insurance Act， 它跟这个银行是分开的。我们甚至时常接到一些投诉啊，说有很多银行的客户去到银行被兜售保险产业，导致他们混淆，再加上有很多保险的配套是储蓄保单、投资保单啊，他们更加是分不清了，分不清两个产品的分别，最终觉得自己有受骗，所以不应该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两大领域放在同一个法令去监管。那么最重要的这一个法令本身有很多有利于保险公司多于投保人的这些条款，其实都应该要进一步去把它修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现有的上诉机制，刚才我讲的国家银行现在它就好像一个 messenger 客户或者是投保人有什么投诉，他就把这个投诉再传回给保险公司，他不会做出任何的干预，也不会做出任何的评估。另外一个不超过25万的这个OFS Ombudsman， 它其实 Ombudsman 它有一点像调解员，它跟我们所谓的其他领域的Consumer Tribunal、Housing Tribunal 不一样。Tribunal 呢，仲裁庭至少它是公开的，有一点像法庭，那么双方可以更透明、有公平的这个平台去陈述原告跟被告。可是呢，这个 Ombudsman 呢太过闭门造车，它完全就是一个纸上谈兵。OK， 原告你有什么投诉，我写下你的，我记录在案。被告保险公司有什么你的 defense 是什么？我记录在案。OK， 最后我出一张纸，这个就是我的判词。所以它完全没有基本的我们叫做 litigation 这一方面让双方有一个更透明公开的平台去挑战对方的这个立场这个是我觉得应该要去改善的。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它一些刚才我提到了很多的这些争议都是来自一开始那个 proposal form。其实真正应该是说，真正所谓保单是一个合约。大家有打开你的保单看的话，其实是来自 proposal form。因为 proposal form 就是投保人签名，然后保险公司接纳其他前面的那些保单的那些页面都没有双方签名的所以在这个 proposal form 里面呢，有一些保险公司他们可以设立了要你回答或者呈报超过180个病例，然后这180个病例我们找了很多专科医生来看，没有一个可以告诉你说我看得懂这180个病例的名词专业词汇，连医生都看不懂 是代表什么意思。连我在这个法庭我盘问一些保险公司的 underwriter 跟这个 claims manager， 我问他这个病史叫什么意思，他都告诉我说 not sure。所以如果你自己保险公司都没有办法，你的代理、你的经理、你的 underwriter 都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明白这一些要呈报的病例，那么你要这个 layman 普通人、投保人，可能普通教育的甚至是文盲的，你要他如何去诚实的呈报他的这个病史？这个水很深啊，比我想象的深很多律师。所以我都在算有每一家保险公司的保单要你呈报多少个病例。那这些其实都是制度面的问题，也就是从开始他们设计制度还有这个设计保单的时候其实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问题源头去下手。但是其实吴律师，你会不会觉得说
接一些保险代理，接一些 agent 的素质，其实也是要被培养的。刚才你有提到一个问题，包括说像是银行的行员都可以卖保险，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理财专员，他们也可以卖保险。然后我也听说他们有去考所谓的这个保险的所谓 agent 的执照。就我自己啦，被他们服务起来，我会觉得说，常常就是说一些不说一些，他只是告诉我说，这个是这个人寿多少，然后医药卡多少，甚至有时候我已经在其他保单上面有的保障，他还再重复再卖一次给我，然后也不好好告诉我究竟比如说我开刀住院的话，到底有多少赔付等等，哪一些疾病有多少赔付，也都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让我们自己去读哦。这跟我在国外曾经买保险的经验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国外专业的 agent 他会让你清楚的了解你保单的内容，但我们在马来西亚似乎就比较少见到这样子的情况，只是很笼统的。所以是不是我们的保险代理员的素质跟整个的培养，保险代理员的养成也要经过一个很大的改革呢？首先我认为我们不能够一直主打翻全传人。我看到国内还是有很多很专业、很负责任、很有素质，也很有诚信的一些代理员可能只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啦。但是呢，的确也有一些我们发现呢，他们的诚信还有他们的专业素质有很大问题，所以有一些个案，我们甚至会在我们觉得他已经涉及欺诈了。那么我们也会同时在一些个案提告保险公司之余，也提告有关的代理员。它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层面，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保险代理员是非常无助和无奈的，就是说它整个制度，好像刚才我说了，如果那个 proposal form 里面有180个病史是连专科医生也看不懂的，你要叫这个保险代理员去问这个保客，你有这个病吗？你有那个病吗？这个对他合理吗？所以他整个制度就已经是对他们不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除了保险代理以外，保险公司刚才你讲的，他不管这个保险代理员他做得怎么样，或者犯了什么错误，其实在法令底下，他们属于保险公司的代表。另外一个助长这一种风气的，就是往往很多保险公司拿到这个保单的时候盈利是他的，可是一发生纠纷不赔的时候责任是代理的，不是我的这种就是完全没有负责任。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保险公司没有展现出你愿意为你的代理员的这种疏忽失误、欺诈、违法行为负责的话，那么肯定它将会进一步发生。是，那其实今天节目最后那吴律师，你还没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觉得说我们整体马来西亚的保险业，还有或者是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个保费一直不断的涨，然后其实消费者已经快吃不消了。那你觉得你会建议政府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你刚才也提出很多的意见了嘛？那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马上做的？比如说，是不是可以某个程度上面提高我们的这些免费医疗的量能，然后来舒缓一下就是私人医院的压力？这会不会是一个方式呢？曾经记得几年前，我们的政府卫生部也有提过要全民健保的这个建议方案。而这一个方案呢，当然就需要征收更多的税收。可是即便是在一些税收很高保健的这个体系很完善的国家，不代表说他们就没有保险的这个需要还是有很多先进国，他们的国民会购买保险比如说日本、美国是其中投保率最高的这些国家，所以我觉得它不一定是说对立的。但是作为这个投保人，当他购买这些保险，不只是为他的身边人，现在的这个投保率越来越年轻了，因为很多的家长，我看到他们父母，他们即便是省吃俭用，他们也要留下一笔钱呢，为他们的孩子胎儿，现在的保单是胎儿，
你连名字都还没有就已经可以买保险了。所以当这些父母为孩子投保，他们都是希望给孩子一个保障，而往往我们的保险公司有一些很极端的举措，比如说我到现在还是很难忘怀的一个个案在槟城的，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患癌的丈夫，他本来在这个私人医院医疗的时候，他有这个医药卡，他是有很旺盛的斗志要去治疗他的癌症也医到了一半，保险公司也赔到了一半，100多万了。结果当他在复发的下半场进了 ICU 的时候，保险公司说我要撤回我的这个 guarantee letter 了，因为我发现你20年前的小中风没有申报，在这样的一个完全不适当的时机做出的一个不当的举措，最终导致这个患癌的这个先生一家之主，他就跟他的太太说，我放弃了，因为我们已经累积了几十万的这个医疗费，没有保险公司不要负责了让这些钱呢就让给孩子去读书然后他就完全放弃了这个治疗的医治。所以你可以看到，医药卡水能覆舟亦能载舟。保险公司本来你的初衷是希望有一个医药卡，明明可以让我们的国民或者让你的这个消费者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医疗保障，可是却因为你的一些非常极端不当的举措，到最后反而成为了帮凶。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离谱，非常有关当局必须要真正去介入去管制的一块，确保我们的国民他们在买保险这个过程中能够享有更合理更符合这个保费的这个同样数字的一个服务和保障。那吴律师，你觉得说现行的法律底下是不是也有一些缺失？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要修法的地方呢？肯定很多，因为好像刚才我已经说了，在这个医药卡方面，我们的政府、卫生部和国行应该要介入，不能让他们继续无限度的这个涨价。我常常拿一个例子说，你看国内的这个私人高等学院也是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法律系，我发现有一些新生他们来告诉我，几年前他说他的学院里面有200个学生，然后每一个学生收8万。我不讲哪一间了。OK 然后3年后他就告诉我，他的faculty law faculty 增加了双倍，400个学生在同一个 hall 也是收8万。我在想说哇，这个是无本生意因为你只要同一个老师不管是200个学生还是400个学生，收费就是8万。所以你完全没有去掌控那一个数字跟这个价格。所以同样的道理，你不可以说这个是私人的医院，这个是私人的保险公司，我不能够管制。这个对消费者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包括我们的自由市场里面，我们还是有这个贸销部，也还是有保护消费者法令，不能够允许过度不合理的涨价在其他的商品。为什么偏偏在这么大块的这个服务领域里面，却说不能够干预这个价格呢？确实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保险公司或者是保险从业人员开大车、住大房子、出国旅游，但我们却有很多的这些病危的病人要申请保险理赔又申请不到的话，这确实是我们社会当中一个非常大的讽刺那么最后，其实律师，你觉得政府在对于推动这些修法的政治意愿如何？虽然我们换了好几个政府，但是很遗憾的，他们始终没有把这一块当作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改革的方向。而往往这一块我觉得明明它是最切身的，几乎尤其是我发现在华人家庭里面，国内的他们肯定买的不只是一个保单，他们还会为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身边配偶
买这些保险。偏偏这个最切身的需要呢，反而在目前这种非常政治化的时局里面呢，被遗忘了，被遗弃了，没有人关注。在国会里面，在这个执法单位，在国行，在卫生部，所以没有人把它视为一个优先考量。即便我们已经无数次了成交这些备忘录，往往也是石沉大海。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借着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来跟政府或者有关单位来喊话了啊。这个事情已经是民间疾苦，然后也已经是这个社会高度重视的一个议题了。那希望就是相关的官员或者是政府可以重视，然后有这个政治意愿来推动这个相关的修法啊。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吴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很慷慨的分享了这么多啊。那不晓得大家对于现在这个保费涨，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是不是已经也影响到了你呢？那还是你有听到身边有什么样子的故事，你觉得也是非常的不合理的啊？都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来留言给我们。正在 YouTube 收看的朋友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就可以观看到所有财经的影片。我们下次见。